好，有弟兄姐妹问说啊，他很担心他写下来的，或者是他说出来的话被撒旦知道，然后撒旦就会搞破坏，那该怎么办？好，首先跟大家讲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用方言祷告，因为撒旦听不懂，他要让我们用我们的嘴巴跟神说奥秘的话。然后呢，因为你的嘴说出来，你的嘴巴跟神求，撒旦听不懂，所以撒旦不能搞破坏，懂不懂？所以你要方言祷告，你们有这个恩赐的，去看我们的神机时刻里面有一集分赐方言恩赐的，去领受方言，然后方言祷告。所以为什么你要方言祷告？因为撒旦不能破坏。第二，你以为你写下来，或者是你讲出来他才知道吗？好，有一个灵叫做庸灵，就是一直在旁边观察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是神重要的人。所以撒旦，当然撒旦只有1/3的天使，再加上一些污鬼，我们有2/3的天使，加上神的大能，还有众圣徒的祷告等等。好，所以我要说什么？就兵力上来说，它比较不够，所以它一定会放在重要的人身上啊。既然我们大家都是神所爱的，他事实上会试着观察我们，他观察我们又怎么样？我先跟你讲，他不是无所不知的。他们不是无所不知，所以他们用情报系统。所以为什么他们去算命的要排八字？因为八字就是以前的检索系统，以前没有 Google 的，所以用八字去查。然后呢，八字你去找真正通灵那种，用八字之后要过一阵子，他的邪灵、算命的灵去跟幽灵调资料，就很像是《西游记》里面孙悟空到了某个地方敲2下，叫土地公出来问他啊，这是女儿国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这就是那个土地就是幽灵，他们就是负责观察的。OK， 我告诉你。你不写，他难道不晓得发生这件事吗？他如果每天跟着你看，他也看到发生这件事啊。你写跟不写，你写下来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心，但是你方言祷告之后，他就很害怕了，听不懂啊，怎么办？他们很焦虑。好，再来，你写下来可以荣耀神，你的见证写出来可以帮助别人，还可以帮助未来的自己，提醒自己。然后呢，你讲出来，神说要你宣告，要你说正面的话，所以你要讲出来，因为你不讲，他也在看啊。但是你要知道。他在看一件事，你旁边最少有2个守护天使也在看啊，所以搞不好很重要的事情，那2个守护天使把那个邪灵架起来，架出去打他一顿啊，然后不让他听，也是有可能的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很在乎灵界非常好，但是不用担心。我跟你说，首先你做什么事，你心里什么想法，神都知道啊。你心里的想法，邪灵不完全知道，可是他可以推论，你知道吗？我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。第一次去以色列是我跟夏拉牧师的蜜月，我还带了2个同工去，2003年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那时候看我们那时候录的影片，然后到了某一个场景，现代的我看到那个场景，然后我说的那句话，我说完之后，20年前的我也说了完全一样的话，代表20年来我没有改变，我看到那个场景就会说一样的话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撒旦存在几千年了，他观察人类几千年，他知道人类遇到这个社会这样，他也一直在尝试，他从小观察，他知道怎么激怒你，他知道你做这件事你就会感觉什么，所以你就会爆掉。这就是这些幽灵、这些邪灵在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怕啊，然后他不完全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但是他可以推论，但是不用担心，神人就掌权，所以你方言祷告也悟性祷告啊，听到就听到啊，他本来很多你不祷告他也知道啊，因为他有在观察啊，但是他知道又怎么样？神更知道啊，帮助你的是上帝，所以不要定睛邪灵知不知道，他知道跟我屁事，他不知道跟我屁事，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神知道。好啊，那如果你很在乎，你很不想要让他知道的事情，不想，那你在心里跟神祷告可以吧？如果需要，你真的觉得你不想要说出来，那你就心里祷告啊，你就方言祷告啊。但是说出来也不要怕，有很多话你反而要宣告出来，然后抵挡它。你要用嘴巴说出来，所以你旁边的天使就可以说：“你看他刚才说喽。”然后就把你旁边的邪灵架出去打一顿，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写做见证得奖赏，然后说出来宣告得自由，然后来鼓励人。所以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